世卫大会连续第8次拒绝涉台提案，中方多部门密集发声，多国代表表态支持。美国纠集少数几个盟友挺台，连续8年遭遇失败，为何国际社会主流不支持以卫谋独呢？刘先生。 我们看到世界卫生组织世卫大会连续8年将民进党当局拒于门外，同时呢，民进党的这种少数所谓的邦交盟友以及美西方的极个别国家所撺掇提出的这些涉台议案，那么这些提案也都被连续的给拒绝了。那么这样一个现状，我觉得是充分的证明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可以说是牢不可破，是大势所趋，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这个人心所向。普遍认定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那么是没有任何所谓的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能够去参加联合国和它下属的各个机构的这样一些事务会议。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台湾地区的这种所谓的以卫谋独、以义谋独，那么配合着美西方的这样一些政治操弄，那么已经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这样一种反感。那么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美国等这样一些美西方的霸权国家，那么他们把这个国际社会是不是会去力挺民进党当局在世卫上去闹会谋独，作为这个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这样一条忠诚的测试线或者说压力的一个服从性测试，那么这让很多国家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另外一方面，现在国际社会正在是聚焦于在这样一个新的时期如何去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在国际的公共卫生这个以及有力的应对下一波的这个大流行。 那么在这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所以说，在国际社会都聚焦于疫情这样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科学专业的一个问题上的时候，那么岛内民进党当局以及美西方别有用心的这部分势力去挑动借公共卫生事件去制造一些政治上的突袭。那么很显然，它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努力是拖后腿也是不得人心、不受欢迎的。 虽然连续8年未批准台当局代表参加世卫大会，但大陆方面多次强调重视台湾民生健康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可以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技术会议。但民进党当局仍大搞世卫行动团，企图在世卫大会期间卖惨博眼球。那对于这当中的博弈，您怎么看呢？ 民进党当局依然是违背事实在刻意在世卫大会期间于这个会场内外去进行闯会、闹会、蹭会，试图去卖惨、博曝光、求援助。他们实际上是要把这样一个会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国际上去宣读谋独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赖清德这样的一个顽固的台独主张的一个政治人物上台之后，那么就更加会放大这方面的一个操作。那么一方面是要在国际场合借用所谓的台湾参与世卫的议题，去操弄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所谓的台湾的代表权应当由台湾来行使，以及所谓的这个台湾民众要享有这种所谓的国际参与的权利等等，那么来用这些一些虚假的一些主张去掩盖自己在国际上谋独的事实。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借此机会可以在场外去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双边的会见。 以及多边的公共卫生的论坛。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到，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都在极力的贴靠、刻意的去配合美西方所刻意营造的一个所谓的介意反华的这方面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攻势一种政治上的一个叙事。那么这种攻势，我们看到包括借所谓的仍然是可以说是不死心的去炒作这种疫情的溯源问题。 疫情的追责问题等等，来去服务于一方面是民进党当局的谋独和美西方的这样一些反华议程。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了下半年，随着这样一个赖清德的一个上台，他与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的一些反华右翼势力这种双方之间围绕着这个议题的这种相互的激励这种震荡，那么可能会再次加强。台立法机构今日3读改革法案终于通过，那为何这一改革在新一届立法机构运作之初就引发轩然大波？双方角力的真实目的是什么？那您怎么看未来立法机构内的博弈呢？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博弈表现为，我们看到首场最重要的战役就是关于立法机构改革相关法案的一个审读啊，那么这方面的一个审议和通过的过程。那么这个司法过程，实际上我们看到它充满了高度的这样一种岛内的这种紧张的斗争和一个矛盾的一个现象啊，以及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出，在这个背后啊，它折射出的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变得如此的复杂、如此的冲突、如此的敏感，是因为所谓的立法机构改革，它本质上是体现了台湾地区的这样一个立法机构在今年年初的2项选举之后，由于它出现了内部的一个权力结构的可以说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那么也就意味着它要去代表岛内多数民意对于民进党的这样一个监督制衡的职能。那么现在这样一个职能通过在野党联手提出立法机构的改革相关的这样一些议案，那么实际上它就会有可能去变成政策和现实。而民进党当局它作为所谓的岛内的执政党，它是不愿意受到强大的民意和在野力量对它的制衡的。实际上未来这样一个事件发展的走向，已经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在赖清德上台后的这一段时期，那么岛内政局将会面临一个极大的这样一种内部的对抗性和不稳定性。那么一方面是我们看到，与赖清德的这种所谓520讲话之中的谋独的意涵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自白所相映衬的是，在这种对抗的思维，同样它也会应用在岛内政治上。对于这样一个非绿阵营的这样一些诉求和利益，我们看到赖清德不管是在他的讲话之中，还是在他的政策之上，那么都没有做到这样一个充分的尊重和照顾，他们并没有去秉持这样一个沟通协作的路线，而是极力的要去挑动民粹对抗这种政治对决颜色之间的这样一个对立。所以说，在这种思维之下，极端的对抗、暴冲和冲突的思维之下，那么岛内的政治将难有宁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就是民进党赖清德现在正在加紧的去鼓励、鼓动、动员岛内这些所谓的反中民粹，试图进一步的再去洗脑岛内的民众，特别是岛内的青年。那么试图在岛内掀起第二波这样一个所谓的反服贸运动，所谓的太阳花运动，那么以此来去绑架岛内的主流民意那么成为他这种所谓的谋独反中的这样一个附庸。27号，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逢会必炒的涉台提案连续第8年被大会拒绝，多国代表对此表态支持。国际社会主流反对以卫谋独，向台独及外部干预势力说不。实际上，连续8年之闭门羹，岛内舆论早已看清民进党的旧把戏。来看详细分析。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主题是一切为了健康，人人享有健康。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发表视频讲话。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is 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many 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and to revitalize our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building the systems we need for the crises we know will come. 值得注意的是，27号当天，世卫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拒绝将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在发言中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台湾当局鼓噪参与世卫大会，蓄意将卫生问题政治化，严重干扰大会的进程，完全是为了一己政治私利而牺牲国际公共卫生利益。过去几年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条歪路根本走不通，此次也必将以失败告终。针对民进党当局企图蹭会以及美国拉拢少数盟友就此挑事，多国代表表示反对，强调支持世卫大会再次拒绝涉台提案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国台办等部门也密集发声。外交部发言人27号晚发表谈话，敦促个别国家停止将卫生问题政治化，停止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搞以台制华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强调，将持续以安排中国台湾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及时通过有关渠道向台湾地区通报世卫组织所通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方式，切实保障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
观察指出，民进党当局逢会必炒涉台议题非法无效，相关国家操弄相关议题表演意义大于实际，背后以台制华意味明显。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1972年的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都证明，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拉拢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立陶宛就世卫大会发布一份涉台声明。2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宣称会为中国台湾参会而努力到最后1秒钟。美方的表演遭到岛内舆论广泛质疑，明明已经失败了8年，为何还要作秀？你让人家又说布林肯要支持我们，结果布林肯还是没有提案啊。美国为什么不提案？你讲话都讲到这个程度，说会支持台湾到最后一刻，那结果从头到尾没有提案。我甚至怀疑你提案真的能过得了秘书处吗？不要吹牛了，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被世卫大会拒绝的8年间，民进党当局不自量力，以各种手段企图蹭会。岛内舆论还曝光，民进党当局还试图通过金援外交寻求支持，但仅获得了6个所谓友邦的支持。当然，民进党都会说，你看，这就是所谓民主的力量，好，卫生的力量。但实际上是什么？是钞票的力量啊，是我们纳税人钱的力量啊。所以很简单，我们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只要承认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那自然两岸就都能够坐下来谈。观察指出，世卫大会6天会期安排紧凑，每一件都是事关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大事。民进党当局和一些国家操弄涉台提案，试图蓄意干扰大会进程，完全是将狭隘政治私利凌驾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之上。而台当局连年炒作所谓防疫缺口，企图打悲情牌博取国际社会同情，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表演。这一次赖清德其实对参加 WHO 大会是下了相当大的力气的，也声称获得了美国及其他的所谓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但是从目前来看，这样的一种境外势力的支持，对于台湾拓展对外活动空间其实没有任何的实际性的帮助。那么我相信岛内舆论之所以不买账，其实就是对民进党当局过去一贯实行的所谓的以外谋独路线的一种否定。那么我相信这也告诫了台湾民众，如何拓展台湾的对外活动空间，关键还是要回归9·2共识和一中原则。